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把洋葱和红枣搭配在一起，没想到帮助了这么多人。红枣和洋葱都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，但是很少有人会把它们搭配在一起，也不知道搭配在一起有什么用。今天我就把这个方法详细的分享给大家，你一定要耐心的看完。这是乡下奶奶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身边人试了都说好。下面一起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。很多人出现手脚冰凉都是在不断的抱怨，而聪明的人已经开始调理了。那手脚冰凉该怎么调理呢？其实食补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洋葱在很多人心目中可以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，因为它属于一种蔬菜，但是却有着非常浓烈的葱味道，而且个头也比普通的葱头要大很多。其实这种食物在我国西北地区产量非常的高，而这些地方的人也喜欢将它称为皮牙子。人们这样称呼它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是由很多肥厚的葱皮包裹而成的，因此而得名皮牙子。但是生活中也有很多人非常讨厌洋葱，因为我们在给洋葱剥皮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鼻子和眼睛，会导致流眼泪或者流鼻涕的现象发生。但是烹饪过后的洋葱口感和味道都非常的宜人，吃起来非常的清脆甘甜。其实洋葱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调味剂，尤其是在制作一些有腥味的食物，如羊肉、鱼肉，放上一些洋葱可以将腥味也盖住，而且常吃洋葱对人体也有非常大的益处。接着再准备几个红枣，红枣是益气养血的佳品，同时它既便宜又好吃，人们就不需要去买贵重的补品，红枣可以帮你巧妙的实现。这是每个女孩最熟悉的食品之一了，无论是小吃还是炖粥，都不能少了它。准备好的红枣放入碗中，加入一勺面粉，再加入清水把红枣打湿，然后下手把红枣抓洗干净。红枣的表面有非常多的褶皱，而在晾晒和采摘的过程中，这些褶皱之中就很容易藏污纳垢，会有很多的细菌杂质，简单的用清水洗是很难将它清洗干净的。而面粉具有较强的吸附力，加入面粉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些沟壑里的脏东西给吸附出来，这样洗过的红枣就很干净，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去食用了。多换水给它清洗2遍，把红枣表面的面粉残留清洗干净，直到水变得清澈就可以，这样红枣就会被我们洗得很干净了。洗干净之后，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，再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顺便去枣核。现在生活中有很多白领女士对红枣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之情，因为她们平时的工作都比较枯燥，因此经常会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摆上一袋红枣，没事的时候就将它当作零食嚼了吃。不仅可以解乏，而且好处是非常多的。平时也可以将红枣和洋葱搭配食用，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不错。现在把洋葱和红枣倒入锅中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中途加水会影响口感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一定不要用铁锅，可以用电锅或者是砂锅，养生壶都是可以的。将它搅拌均匀之后，盖上盖子，开火煮上10分钟的时间，把食材的营养充分的煮出来，
让这些营养充分的融入汤中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看看，现在汤水的颜色已经变深了很多，红枣煮软了，洋葱的营养也充分的融入汤中了，现在就可以关火将它盛入碗中了。将它放置不烫嘴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食用了。看着食材和做法都很简单，但是它的作用却一点也不简单。这是老一辈人的智慧结晶，帮助到了很多人。特别是像现在天气比较寒冷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上一碗，浑身都暖暖的，特别的舒服。我们1个星期可以煮上1次，效果真的是很不错，不仅能够滋补气血，还能安神助眠。大枣作为中药，性温味甘，具有健脾和胃、益气生津、养血安神的作用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大枣营养丰富，富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、维生素和氨基酸。把红枣和洋葱搭配着这样吃，还可以帮助女性解决手脚冰凉的症状，还可以辅助降压，好处真的是太多了。里面加入了红枣，红枣本身带有甜味，所以这道汤喝起来是甜甜的。如果受不了洋葱的辛辣味，我们可以往里边加入几颗冰糖，来中和一下洋葱的辛辣味。这道汤里的食材我们可以吃，也可以选择不吃，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决定就可以。但是如果只喝汤，里边剩下的食材就不要再煮第2次了，因为营养已经充分融入汤中了，再加水煮1次，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